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股与人生笔记频道。截图是7月31日我的美股持仓的表现情况，比6月份有小幅的回调，但最终还是稳定在了400万美金以上。鉴于7月半导体板块整体承压回调，而半导体股票又在我的持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，所以虽然7月份收益略有回调，但对于最终结果我还是满意的。近期有个别观众对我视频和博客内容及持仓的真实性有质疑，所以借着7月总结的机会，首次公布一下整个7月的实盘交易记录。因需控制下截图的篇幅，所以图中显示的是7月所有单笔交易在5000美金以上的交易记录。需要说明一下的是，我7月的操作频率比较我平均的操作频率要高出很多。呃，7月大概是过去3个月操作的总和吧，所以平时的时候平均不会有这么高比例的一个持仓调整。7月减仓一只股票 AMD，陆续减仓了共计40万美元，卖出均价是约565美元。经过5月和6月的大幅上涨，AMD 超过了我总持仓20%的比例上限。单股持仓不超过总持仓20%的比例，是我投资系统的纪律之一。另外，半导体股票整体也占到了我总仓位的近50%，也超过了我最初总仓位1/3的持仓的计划，所以在7月逢高进行了减仓。7月份还平仓了年底到期的 SOXX Put 期权合约。这批期权最初建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投机，而是作为半导体仓位的一个风险对冲。随着7月份半导体板块出现回调，这部分对冲的仓位实现了盈利，我选择了平仓，锁定收益。在7月加仓的2只股票是微软和 Intuit。微软的加仓均价是370美元，Intuit 加仓均价是261美元。另外还建仓了4只股票，Meta 买入均价是557美元，Toyota 买入均价是168美元，Netflix 买入均价是70美元，而 MU 美光的买入均价是771美元。以上加仓和建仓的逻辑是，在这些股票的股价下跌、进入合理估值区间的时候买入，用以增加大科技、平台和软件股在我持仓中的比重。另外，加入有分红的防御性股票，用于降低投资组合的一个波动。美光的建仓是因为我一直有将存储股纳入我投资组合的计划，但由于过去一段时间股价上涨过快，不给我上车的机会，所以在7月底出现恐慌性下跌的时候接了飞刀。如果单从公司的质量护城河来看，我对3只热门存储股的排序是海力士优于美光，而美光也又优于 SNDK。但考虑到美光是美国公司，美国在 AI 领域处于一个主导地位，政府是一定会优先扶持本土企业的，所以从地缘安全性来说，我选择了美光。截止7月31日，我的现金持仓 SGOV 增加到了占总仓位的14%。不是因为我看空市场，而是希望手里始终保持着一个合理比例的现金。当将来出现更好的买点时，我可以从容的加仓，而不是因为满仓甚至使用杠杆而被迫成为市场大波动的一个受害者。整个7月，我的主要思路是在控制单一持仓风险的前提下，把资金逐步分散到更多优质公司，同时增加部分防御性资产，让整个组合更加均衡。同时，也就是在7月底，一则新闻继续给我敲醒了警钟。一位被不少投资者称为 AI 股神的24岁天才投资人 Leopold，在短短几天内成为了整个华尔街讨论的焦点。他成立了一家专注于 AI 投资的对冲基金，凭借着对 AI 产业趋势的精准判断，在短短2年多时间，基金从2亿达到了数百亿美元的一个规模，有着极其出色的投资收益。但7月份 AI 板块出现大幅的回调后，它高度集中的一个持仓，再加上大量使用杠杆，迅速触发了保证金压力。
为了应对追加保证金，他被迫出售了绝大部分公开市场的股票仓位。基金7月份的净值大幅下跌了约67%。更加戏剧的是，就在他完成大规模减仓的第2天，半导体板块迎来全面大涨。如果我们从中总结出最重要的一条教训，那就是杠杆的使用。使用杠杆以后，投资者承受波动的能力会明显下降。一次原本可以承受的正常的市场调整，都可能演变成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市场不会因为我们长期判断的正确，就一路按照预期上涨。再优秀的公司也可能经历剧烈的回调。长期投资最大的优势是可以耐心等待，给企业足够的时间去成长，去创造利润。而杠杆最大的危害就是在极端情况下，它不给我们等待的时间。这次事件也再次提醒我，随着账户的规模越来越大，我需要更加谨慎地配置仓位，重视风险控制，而不是一味追求更高的收益。我也一直认为，投资不是比谁赚得更多，而是比谁能够在市场里活得更久，尤其是在美股市场。只要能够长期留在市场里，坚持投资优秀的企业，我相信时间最终会给予我很好的回报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